他偷了东西，死不认罪，发毒誓，告反状，当堂喊冤，什么手段都使过了，县令没有动刑，只是让他伸出手，在他手心上写了几个字，然后说回去过3天，3天后那几个字还在，就是清白的。贼人以为自己赢定了，但3天后县令没有传他，先把他媳妇儿悄悄叫来了，问了一句话，贼人媳妇亲口说出了赃物藏在哪里。这案子说来不过是桩偷东西的事儿，可真正好看的是一个死活不认罪的人，最后被自己的嘴给卖了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书。列位，明代德清县蔡英瑞家里张灯结彩，大摆宴席，主人请了戏班子，为的是款待远道来的亲家。当晚蔡府门前车水马龙，院子里挤满了蹭看戏的街坊邻居，台上锣鼓震天，台下叫好声不断，热闹得一塌糊涂。席间桌上摆着蔡家的压箱底宝贝，6副金盏银台盘，灯光一照，金灿灿银亮亮，看得人眼热。宾客们喝酒看戏，没人注意到人群里有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那些宝贝。这双眼睛的主人叫缪铎，当地出了名的游手好闲，平时专干偷鸡摸狗的勾当。他混在看戏的人群里，把那6副台盘盏看了又看，越看越挪不开眼。趁着众人盯着戏台，下人忙着跑堂的空当，他悄悄溜进大厅侧面的厢房，死死贴着屏风，缩在暗处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外头锣鼓震天，他就在里头等人散，等灯灭，等整个蔡府安静下来。深夜里，大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了，人声也散了。缪铎从藏身处溜出来，摸黑找到放器皿的地方，6副台盘盏一件不落，全抱走，死死裹在衣服里。正要出门，门却推不开，管家早把所有大门上了锁。缪铎当场傻在那儿，四下都是高墙，翻不出去，没法子，只能抱着偷来的宝贝摸回那间黑屋子，全在角落里提心吊胆熬了一整夜。天刚蒙蒙亮，大门一开，缪铎瞅准空当，抱着包袱撒腿就跑，结果迎面撞上蔡府家人京存志。京存志看他慌慌张张，冷冷问他一大清早跑来干什么。缪铎强撑着说来见米，厅里没人，打算回去了。这借口破绽大得很，天没亮就来借米，哪有这个道理。京存志没说破，把他打发走了，但这张脸已经牢牢记在心里了。到了中午，管家去库房收拾餐具，6副台盘盏全不见了。蔡英瑞大发雷霆，把家里人挨个审了一遍，没一个知道。这时候京存志想起了早上那张慌张的脸，向主人禀报了缪铎天没亮就在厅里鬼鬼祟祟的事。蔡英瑞一听就明白了，东西是昨晚偷的，门锁了出不去，早上趁门一开才溜走的。线头抓住了，可缪铎死不认账，只能另想办法。过了几天，缪铎见蔡家没动静，以为这事儿算过去了，胆子一壮，把6副台盘盏里的一件银台盘直接熔了，拿到集市上换了面粉、好酒和鲜肉。回到家，关起门来跟媳妇儿大吃大喝，快活得很。可这一切全落在了京存志眼里。这个平时穷得揭不开锅的人，突然换肉买酒，还是融了银子换的，这不叫暴富，这叫自投罗网。京存志立刻去向蔡英瑞禀报，蔡家随即告上了县衙。蔡英瑞把缪铎叫来，
好声好气地说：“知道是你干的，东西原物奉还，不送官还倒贴6两银子。”缪铎当场跪地，对天发誓，说自己只是去借米，天地良心，若是偷了东西，甘愿穷困一生，死入地狱。这毒誓发得震天响。蔡应瑞看他这副嘴脸，知道私了没戏了，当即让京存志写了诉状，把缪铎告上了县衙。缪铎一听被告，不但不慌，反手就来了一招。他写了份反诉状，把京存志污蔑成通奸惯犯，说这是京存志怀恨在心，借刀杀人。2份状纸同时摆到了德清县令唐寅面前。唐寅升堂，把双方全部传来问话。京存志当庭说了早上撞见缪铎慌张出门的事，说正常人哪有天没亮就去别人家借米的道理。缪铎则在堂上大喊冤枉，死咬着通奸这条线不放，把大堂搅得乱哄哄的。唐寅听完，脸上没动怒，微微一笑，说自己有一套变道的法子，3天见分晓，不用动刑。缪铎一听不用挨打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不知道这口气松早了。唐寅命人端来朱砂红墨，提起笔走到缪铎跟前，让他伸出双手，亲自在右手心写下金盏2个字，左手心写下银台盘3个字，然后告诉他带着这2行字回去过3天，3天后字迹完好，就是清白之身，当堂无罪；字迹模糊，直接定罪。缪铎一听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只要护住手，这场官司稳赢。回到家，他把那2行字当命根子，吃饭不碰碗，喝水叫媳妇儿喂，连洗脸都不敢沾水。3天到了，唐寅没传缪铎，先悄悄把缪铎的媳妇儿徐氏押来了后堂。他对徐氏说：“你男人已经全招了，东西就藏在家里，你赶紧交出来，还能领蔡家那6两银子。”徐氏早跟丈夫串通好了，咬牙不认。唐寅下令动扎刑，10指连心。徐氏痛得惨叫，还是不松口。唐寅随即叫停，说要让缪铎来当面对质。他故意安排，让徐氏跪在案桌左边，让缪铎跪在台阶之下，2人隔得远远的，眼神根本对不上。唐寅扯开嗓门，冲着台阶下的缪铎大喊：“台盘斩，还在守什么？”缪铎心里只记挂着手心那2行朱砂字，立刻大声应道：“在，都在。”唐寅又问：“是原本的吗？没弄坏吧？”缪铎赶紧答：“是原本的，一点没坏。”他以为自己回答的是手心里的字，旁边跪着的徐氏却听成了另一回事。她以为丈夫已经扛不住重刑，全招了。这一下心里的劲儿全泄了。徐氏嚎啕大哭，说只剩6个盏和5个盘了，有1个盘前几天熔掉换粮食了。唐寅立刻追问：“少了的那个盘子去了哪里？”徐氏哭着说：“几天前熔了换面粉和肉了。”当场记录口供，派差役押着徐氏回家搜查，6个金盏5个银盘全部从藏处起获，然后把缪铎带上来，跟媳妇儿当堂对质。缪铎看着搜出来的赃物，听着媳妇儿的口供，脸色一下就白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低头认罪。蔡家拿回了大部分失物，缪铎因盗窃数额巨大，被判徒刑并赐字示众。这场他以为稳赢的官司，败在了自己手心那几个字上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书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